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40岁起追求的最佳生活方式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人生中绝对不能做的5条禁忌规则；第二，聪明的人会将金钱和时间投资在这些事情上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人生中绝对不能做的5条禁忌规则。作者曾经历过人生的重大低谷，在42岁那年，他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中。尽管在一家公司辛勤工作了20年，他最终仍然被迫走到了绝境。他在股票投资中损失了700万日元，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自由支配资金，甚至连家人的信任也随之失去。每天他一想到那些失去的东西，便感到深深的痛苦，甚至一度认真考虑过是否要离开这个世界。那种对未来的极度绝望几乎将他逼到了崩溃的边缘。然而，在经历了2年的低谷之后，作者的人生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。他眼前的世界变得截然不同，金钱、时间和内心的余裕逐渐同时具备。在进入40多岁后，这3种余裕开始在他的生活中展现出来，压力大幅度的减轻，他每天都能带着微笑、心情愉悦的生活。他的年收入在短短1年内翻了3倍，尽管仍然是公司职员，但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。作者说，财务自由和内心的宽裕让他不再需要压抑自我。此外，他还吸引了大量的粉丝，甚至出版了书籍，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可能有的人会问，作者是如何从谷底翻身的？答案在于他掌握了一些小的诀窍，通过坚持不懈地实践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技巧，最终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。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，特别是严峻的低谷之后，作者意识到，有些事情是人生中可以做的，但有些事情则绝对不能做。他发现，只要明白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并坚定地执行该做的事情，避免不该做的事情，即使不做任何特别的举动，生活也会逐渐好转。接下来，我将分享作者总结出的5条禁忌规则。在实践那些该做的事情之前，先停止那些不该做的事情。这不仅更容易，而且效果会更加显著。首先是第1条人生禁忌规则：绝不能放弃自己。放弃自己是人生中最不该做的事情之一。作者深信，放弃自己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。即使像他一样曾陷入人生的低谷，长时间在困境中挣扎，转机也可能随时会到来，生活随时可能出现新的希望。因此，无论处境多么艰难，都不要放弃自己。只要不放弃，故事就会继续。诚然，人生中难免有艰难的时刻，可能会有想要放弃一切的瞬间，甚至会有呼吸都感到沉重的夜晚。但请记住，您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。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或许会有心灵疲惫、身体欠佳、失去动力的时刻，因为健康状况和情绪波动，哪怕平时充满活力的人也会有这样的低潮期。在这种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给自己一些时间休息。只要坚持活下去，就会重新振作，迎接充满希望的未来。请大家牢记，活着就有希望这句话。不管您觉得自己处境多么艰难，都不要放弃自己。此外，如果您对自己的人生不抱希望，那您就无法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。明明拥有能力，却因为放弃自己，只能发挥出20%或30%。为了不扼杀未来的可能性，请坚定地不放弃自己，这是您今后必须坚持的一件事。放弃自己不仅会让您放弃梦想，还会导致您不断拖延本该去做的事情。想做的事情应该立即行动，因为当您产生想法的那一刻，正是最适合行动的时机。当您充满激情，动力也随之高涨，这正是趁热打铁的最佳时刻。因此，绝对不能放弃自己，不能给自己设限。放弃自己只会为拖延找借口，不断推迟行动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不可避免地会变得疲倦，
健康状况也会随之下降。尽管心灵和精神依旧渴望前行，身体却可能跟不上。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在想做的时候去做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错过时机将会留下终身的遗憾，所以请不要一而再推迟你想做的事情。接下来是第2条人生禁忌规则，不要把自我投资放在次要位置。近年来，自我投资的重要性已广泛被人们认识和接受。当我们提到投资时，可能有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股票或房地产，但对于资金有限的人来说，最优先的选择应该是投资自己。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资金，即使尝试投资股票或房地产，也很难获得高回报。对于完全没有资金的人来说，更是如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自我投资显得尤为重要。自我投资不应该拖延，应该尽早开始，因为在年轻时提升能力，可以让你有更长的时间去利用这些能力。随着能力的提升，您将具备更强的赚钱能力和更有效的时间管理能力。因此，早期进行自我投资，不仅回报时间更长，还能获得成倍的回报。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年纪不小了，现在再进行自我投资是否为时已晚？但事实上，自我投资永远不会太晚。研究表明，无论年龄多大，人类的大脑依然具有成长的潜力。在如今这个100岁人生的时代，很多人比过去活得更长，因此无论年龄多大，自我投资都是有必要的。自我投资的形式多种多样，最常见的就是读书。此外，参加讲座、购买学习材料、结交新朋友、旅行等，都是自我投资的有效方式。甚至在高级餐厅用餐或入住豪华酒店，通过接触高端的事物，也是一种自我投资。这些体验能够开阔您的视野，提升您的时间和金钱管理能力，并增加心理上的愉悦。特别推荐的一种自我投资是投资于您的健康，这在任何年龄段都是至关重要的。您对健康的投入越多，健康状况就会越好，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出自己的潜力。您的思维会更加敏捷，不容易感到疲惫，并且能够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，充满活力的工作或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物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您的时间和金钱都会变得更加充裕。健康是所有一切的基础，绝对不能忽视。众所周知，定期锻炼对健康有益，而定期锻炼本身就是对健康的一种投资，可以说是最强大的自我投资之一。因此，请大家把定期锻炼视为对自己健康的投资，这是非常值得培养的好习惯。接下来是第3条人生禁忌规则，不要过于严肃的生活。作者希望大家能够放松一下，不要把生活过得太过于严肃。社会常常会给我们施加压力，认为成年人必须认真严谨。然而，过于严肃的生活实际上会让我们失去很多美好的东西。作者回忆起他在中学到大学时期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，他的思维僵化，缺乏灵活性，无法随机应变。此外，他性格很懦弱，有点神经质，总是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回顾那段时光，作者意识到，这种性格使他错过了许多机会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他总是首先考虑规则和逻辑，无法放松，无法享受生活。他从未做过愚蠢的事情，过于注重严肃，而忽视了生活的乐趣。然而，当他到了40多岁时，渐渐意识到世界其实是可以适度宽松的，保持一定的放松心态是非常重要的。适度的放松能够让我们真正体会到生活的快乐。生活需要有张有弛，才能更好地享受人生。他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公司，在那里他体验到了宽松的工作环境，这让他顿悟了社会的现实。那些过于严肃的人往往容易心态崩溃，心理状态也很容易失衡。他们不仅对自己苛刻，对他人也同样不宽容，无法与他人合作，也难以敞开心扉与他人交流。因为过于严肃，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，最终让人难以坚持下去。从小我们就被教育不要迟到，
要按时完成作业。这些教育让我们变得越来越严肃。虽然一定程度的严肃是必要的，但如果过度严肃，生活就会变得僵化，失去了原本应有的乐趣。此外，试想一下，过于严肃的人真的受欢迎吗？当您遇到一个总是面无表情、冷淡回应、不开玩笑、不微笑的人，你会愿意和这样的人交往吗？事实上，社会是适度宽松的，没有必要把自己绷得太紧。您完全可以更多的享受生活，放松自己。过于严肃的人往往有过度忍耐的倾向。作者建议我们不要在生活中过度忍耐。许多人从小就被教导不能轻易放弃，认为忍耐力不足是不好的品质。然而，作为成年人，我们必须学会自己管理生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没有人会时刻关注您的健康或心理状态。而当您感到疲惫不堪时，判断力就会减弱，甚至会失去摆脱困境的力量，最终可能导致心理问题、身体损伤，甚至危及生命。有时候，人们会建议在黑心企业工作的人辞职，因为这些企业可能要求员工每天长时间加班工作。但实际上，身处其中的人往往已经筋疲力尽，失去了判断力，无法逃离这种环境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停止过度忍耐。请不要将忍耐与坚持混为一谈。如果身体垮掉了，就无法实现目标。忍耐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，达成目标才是关键。过度的忍耐只会阻碍您实现目标，是完全没有必要的。接下来是第4条人生禁忌规则：不要在晚上思考问题。在生活中，大家一定会遇到一些不愉快或痛苦的事情吧？有时候，负面的思绪会涌上心头，让您感到非常痛苦。然而，我希望您能冷静下来，仔细思考一下。您通常会在什么时刻陷入到这些消极的思考呢？大多数情况下，可能都是在夜晚吧。也许您在工作或人际关系中遇到了挫折，计划没有按预期进行，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，在吃晚饭或洗澡时，依然在反复思考那些不顺心的事情，但怎么想都无法释怀。即使躺在床上，烦恼依旧萦绕在脑海中，难以入睡。越想，心情越沉重，结果更加难以入眠。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但是作者建议我们立即停止这种做法，因为根据人类大脑的特性，夜晚容易让我们陷入消极的思考。夜晚是一天中大脑最疲惫的时候，身体和心灵也已经处于疲倦的状态。在这种情况下思考问题，只会得出负面的结论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晚上思考问题。无论白天发生了多么不愉快的事情，都要学会在夜晚进行重置。如果您独自在房间里，突然被负面的思绪袭击，这时要强制自己重置，让自己好好睡一觉，等到第二天早上再去思考那些问题。如果在夜晚感到负面情绪袭来，您可以对自己说：“又来了。”这是夜晚的正常反应。要意识到此时的大脑已经疲惫，即使再怎么思考，也只会得出消极的结果。所以，不如放下这些思绪，先睡一觉，等到第二天再去应对。当我们意识到夜晚容易陷入消极思考时，就能更从容地面对夜晚的负面情绪。事实上，即使是那些在夜晚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烦恼，早上醒来再想想，往往会觉得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。甚至有些烦恼会在不知不觉中消失。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：早上起来后，回想昨晚为什么那么烦恼，却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大事。其实那些烦恼之所以让您那么困扰，仅仅是因为夜晚的大脑和身体太过疲惫，才让问题显得格外严重。所以晚上思考问题并不明智。因此，当您在夜晚感到负面情绪袭来时，请记住，这是夜晚的正常现象，停止思考，安心入睡。这样一来，您的心理健康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。因为如果您在夜晚陷入负面情绪，会导致交感神经过度兴奋，难以入睡，最终引发睡眠不足。而睡眠不足又会进一步加重负面情绪。
形成恶性循环。所以，停止在夜晚思考问题，是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措施。接下来是第5条人生禁忌规则：不要做无关紧要的决定。我要提醒大家，避免的是做那些无关紧要的决定。所谓无关紧要的决定，指的是那些既不会伤害他人，也不会引起任何波澜，更不会给您带来压力的选择。在人生中，我们经常面临各种选择，比如选 A 还是选 B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千万不要做那些无关紧要的决定，因为这类决定会逐渐削弱您的自我认同感，并限制您的成长空间。做无关紧要的决定容易成为一种习惯，久而久之，停滞不前也会变成一种常态，而这非常可怕。避免明确选择似乎轻松许多，因为这样您不必深入思考。为了做出明确的判断，您不仅需要主观思考，还要客观地站在他人的角度上考虑。思考的多了，头脑也会疲惫，您可能会倾向于选择最简单的道路，做出模棱两可的决定。虽然这种方式能够暂时渡过难关，但却在无形中削弱了您的决策能力。然而，如果您总是选择模棱两可的答案，就会习惯这种模式，最终成为一个只会给出不明确答案的人。尽管这种生活方式不会给他人带来伤害，但同样也不会让任何人受益，甚至您自己也不会有所成长。这是一种极端的求稳心态，避免压力，不愿意接受挑战，过这样的生活，您自然不会有任何收获和成长，也难以吸引和凝聚伙伴。以这种方式度过人生，注定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。我们天生倾向于选择最轻松的道路，做出无关紧要的决定，逃避成长的机会。但我希望大家能将这种倾向视为一种挑战，尽量避免做无关紧要的决定。请大家记住，在做决定时，绝不要选择那条最轻松的道路。此外，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是，我们往往会假装已经明白了一切。随着我们年过30，逐渐习惯了作为社会人的生活，常常会产生我已经掌握了一切的错觉。随着经验和技能的积累，我们可能会不再主动学习，遇到不懂的事情时，装作明白，从而减少了查阅资料和提问的机会。然而，假装明白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因为它会让我们停止成长。如果我们经常忽视模糊不清的事情，时间久了，您的思维方式也会变得模糊不清，最终您可能变成一个凡事都含糊其辞的人。为了保持持续学习的态度，请立即停止假装明白的行为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聪明的人会将金钱和时间投资在这些事情上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在生活中必须去做的事情。我们的生活中确实有一些至关重要的事项。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宏大的游戏，那么这些必要的事情就像是游戏的攻略秘籍。只有掌握了这些秘籍，才能顺利进行游戏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最关键的因素无疑是金钱和时间。您如何运用这2样东西，投资于何处，基本上决定了您的人生走向。因此，关于如何将金钱和时间有效投资到关键领域，已经有了一些具体的建议。首先是第一个应该投资金钱和时间的事情，建立工资以外的收入途径。当你想要增加年收入时，是否只是依赖公司发放的工资呢？虽然通过在公司努力工作来逐步提高收入是一种有效的方式，但这种做法也有其局限性。作者在20多岁和30多岁时拼命工作，期望仅通过公司工资来提升年收入，最终在30多岁时达到了年收入1000万日元。然而之后收入的增长几乎停滞，年收入只增加了1万到2万日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随着公司形势的恶化，作者经历了大幅降薪和降职，这使他深刻认识到，仅仅依赖公司的工资来获取收入的风险过大。现如今，即使是大企业，也无法预见未来会发生什么，因此考虑如何通过工资以外的途径增加收入显得尤为重要。从税收角度来看，工资收入属于累计税制。在日本，
年收入超过900万日元的部分需要缴纳33%的税，超过1800万日元的部分税率高达40%，实际到手收入将逐渐减少。因此，作者得出了要增加收入必须依赖工资以外的途径这一结论。例如，通过副业或投资等经营所得可以扣除相关费用，享受税收减免和退税，这在税收上更为有利。此外，拥有多个收入来源，即使其中一个突然消失，您仍能维持生活，从而保持稳定的心态。尤其对于上班族来说，拥有工资以外的收入来源可以减少对上司或公司的依赖，减轻自己的压力，提升生活的轻松感。现如今，即使是上班族，也可以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轻松开展副业。在投资方面，利用定额投资，从20多岁开始逐步积累，也有可能在未来实现财富增长。实际上，作者在43岁时从零开始使用推特和博客，经过1年零2个月的努力，实现了收入的增长，并在短短2年内，收入达到了公司工资的2.5倍。作者并没有特别的技能或知识，只是一个平凡人通过每天坚持不懈的积累成果。因此，即使现在开始也不算晚。你应该从现在开始逐步建立工资以外的收入途径。接下来是第2个应该投资金钱和时间的事情，寻找极其有价值的相遇。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，与值得尊敬的人相遇可以极大地改变您的生活。实际上，作者通过推特与近30位自己敬仰的人见面，每一次都深受感动，体验到了新世界的广阔和新的价值观。这些见面经历不仅极大地激励了他，还带来了无数新的想法和行动的动力。首先，您需要意识到，自己目前所了解的世界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。我们常通过书籍、电视和网络了解许多杰出的人物，比如您可以在 YouTube 上观看史蒂夫·乔布斯的演讲，甚至听到杰夫·贝佐斯的建议。然而，仅通过这些内容，你很难真正感受到这些人物的存在，因为他们往往被视为遥不可及的伟人。因此，亲自见面才是关键。当您亲自与这些取得非凡成就的人交流时，您将真正感受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力，这让您明白，他们的成功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，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。当然，有时候您可能会遭遇拒绝，但也有许多人愿意与您见面。如果有机会与这些人交流，即使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，你也应该优先考虑，因为这样的相遇蕴含着巨大的价值。接下来是第3个应该投资金钱和时间的事情，减少疲劳并维护身体健康。作者已经步入40多岁，在这个阶段，体力会逐渐下降，这种变化与20-30岁时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过去，即使感到疲惫，只要好好休息，第2天早晨通常可以迅速恢复。然而，在42岁时，作者开始感受到一些明显的变化：视力下降、肩颈疼痛、进食过多引发的胃部不适，以及早晨的疲倦感，特别是在熬夜后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身体状态明显不好。对于40岁以上的人，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很熟悉了。尽管如此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对年龄增长感到绝望。实际上，一些有效的减少疲劳的技巧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疲劳的恢复时间变长，因此我们应尽量减少疲劳的产生。具体而言，当感到疲惫时，应该优先休息，避免深夜工作、多任务处理和暴饮暴食，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。这些看似基本但非常重要的措施，对于保持身体的健康至关重要。虽然40多岁时体力可能会有所下降，但处理事物的熟练程度会有所提高。关键在于学会适当的放松，不要过度勉强自己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将会非常有效。顶级运动员擅长调节状态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为了保持最佳状态而设计的。我们也应该如此。现如今，作者每天早晨醒来时都感觉神清气爽，
能够在早晨的几个小时内集中精力工作。他不再经常感冒，健康状况良好，思维清晰，处于人生的最佳状态。长期的疲劳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理，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因此，在40岁以后，我们应尽早采取措施去减少疲劳。此外，除了减少疲劳，40岁以后对身体的投资同样重要。此时，我们通常会承担更多的责任，管理重要的项目，扩展人脉，收入也会增加。保持健康在这一关键时期尤为重要，因为如果在此时由于健康问题而无法发挥出潜力，将是极其遗憾的。保持健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工作挑战，也能在40岁及以后的阶段取得更大的成就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，我们需要定期锻炼身体，比如去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、跑步或散步，保持身体的活力和健康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我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去锻炼身体。然而，我们必须腾出时间来锻炼，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收入可能会增加，财务状况也会宽裕一些。这时，我们应该在饮食上投资。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吃的食物构建起来，所以应该选择真正优质的食物，而不是低质量的廉价食品。通过认真减少疲劳并维护身体的健康，我们可以在40多岁和50多岁时获得更多的财富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，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